我爱台湾，垦丁与屏东的阳光与传统。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们台湾深度旅行系列的第5集。我是你们的导游小林，又到了轻松愉快的旅行时间了。我约的台湾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我们要带着阳伞和泳衣，一起前往台湾南端的垦丁和屏东，享受阳光、沙滩和文化的完美组合。想知道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台湾的夏威夷吗？走起！第一站，垦丁国家公园，蓝天与海的盛宴。来到垦丁，当然要先感受一下海天一色的魅力。5月正值初夏，海水温暖，阳光刚刚好，不会太炙热，非常适合来场海边度假。垦丁的自然美景，南湾沙滩。南湾的白沙滩是垦丁的地标之一，细腻的白沙让人忍不住想直接躺下来晒太阳。海边还有多种水上活动可以体验，比如冲浪、浮潜和香蕉船，让你感受大海的热情。小林小提示，如果不想晒黑，记得擦防晒哦。出门没擦防晒，回家像烤红龟果。鹅銮鼻灯塔，鹅銮鼻是台湾最南端的象征，灯塔周围有大片的草原和礁岩区。站在这里眺望太平洋，庞福世界的尽头就在脚下。鹅銮鼻灯塔是清朝时期由英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，历史悠久，还被称为东亚之光、龙盘草原。这片广阔的草原是垦丁最适合拍大片的地方，草原与海岸线相连，海风轻拂，让人心情舒畅。还有机会看到梅花鹿出没哦，他们可是垦丁的当地居民呢。第二站，东港，黑尾鱼与海味的盛宴。离开垦丁后，我们继续前往屏东的东港，这里5月可是黑尾鱼季啊。尾鱼季不只是渔业大事，还是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狂欢，黑尾鱼季的热闹。每年5月，黑尾鱼会随著洋流进入台湾海域，东港渔港便成为全台最大的黑尾鱼交易市场。想象一下，新鲜捕捞的尾鱼被运上岸，那油亮的鱼身，刚刚切开的鲜红鱼肉，光是看就让人垂涎欲滴。尾鱼拍卖，在渔港的拍卖市场，你可以见到尾鱼竞价的热闹场景。一尾优质的黑尾鱼可以拍出上百万新台币的高价，场面紧张又激动。想学拍尾鱼的行话？来，我教你一句，这尾够油，吃起来会甜，必吃尾鱼料理。东港的尾鱼料理千万别错过，比如尾鱼生鱼片、尾鱼握寿司、尾鱼头汤，每一道菜都能让你感受到尾鱼的不同美味层次。讲到这里，玲必须仔细的介绍一下了。尾鱼生鱼片是来自深海的鲜美飨宴。在台湾，尾鱼生鱼片可以说是东港尾鱼季的招牌菜之一。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观光客，来到东港，尾鱼生鱼片几乎是每个人必点的经典美食。它不仅是一道料理，更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，结合了鲜甜滑嫩的多重层次，令人无法抗拒。尾鱼生鱼片的精髓就在于食材的新鲜度。东港作为台湾最大的尾鱼捕捞地之一，尾鱼在渔船靠岸后，便会立即进行分级处理与冷冻保存，确保鱼肉在最短时间内保持最佳的品质。这种冷链技术让尾鱼的鲜度与营养完全保留。尾鱼生鱼片因使用不同部位的鱼肉，呈现出多样的口感与风味。赤身，尾鱼的瘦肉部分，脂肪含量低，肉质扎实，味道清爽，是最传统的选择。中腹，中带有适量的油脂，口感滑嫩，入口即化，甜美的油香让人回味无穷。大腹，大尾鱼最珍贵的部位，油脂丰富，纹理细腻，入口柔滑如奶油，拥有顶级的奢华口感。尾鱼生鱼片的制作过程中，切片的技术相当重要，专业的师傅会根据鱼肉的纹理，将鱼片切成大小适中的薄片，让每一口都能充分感受到尾鱼的嫩滑与鲜甜。切片过后会影响入口的细腻感，过薄则无法品味到鱼肉的完整风味。想用尾鱼生鱼片的讲究很多，尾鱼生鱼片通常会搭配日式酱油和芥末，
但东港的本地人还喜欢加入一点克制的陈醋，这种酱料的微酸能提升鲔鱼的甜味，带来不一样的味觉层次。新鲜的鲔鱼生鱼片常搭配一些简单的配菜，如萝卜丝、紫苏叶或海藻，这些食材的清香和微脆口感，能为鲔鱼增添丰富的层次感。想用鲔鱼生鱼片时，应该先将鱼片沾一点酱料，然后整片入口，让鱼肉与油脂在口腔中慢慢融化，感受那股自然的甜美与滑顺。黑鲔鱼的捕捞是东港渔民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。这些鲔鱼来自大西洋暖流和黑潮交汇的肥沃海域，通常重达100公斤以上，最大的甚至超过300公斤。捕捞时，渔民会使用环保的延绳钓方式，确保不过度捕捞，并保护海洋生态。鲔鱼生鱼片不仅美味，还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。鲔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，有助于肌肉修复与增长。Omega-3 脂肪酸是有助于心血管健康、降低胆固醇并增强免疫力的。维生素 D 与 B 群可以帮助增强骨骼与促进新陈代谢。东港的鲔鱼生鱼片是一道从深海到餐桌的奇迹，它结合了渔民的辛勤劳动、厨师的专业技艺以及大自然的无私馈赠。每一片鲔鱼生鱼片都是一段故事的开端，也是一场味觉的盛宴。当你下次来到东港，不妨点上一盘鲜美的鲔鱼生鱼片，感受那份纯粹的幸福吧。第3站，琉球屿，人与海龟的和谐共生。我越来屏东，怎能不去琉球屿呢？这座小岛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，拥有清澈见底的海水和丰富的生态资源，特别是岛上的绿蜥龟保护工作，让这里成为爱自然人士的天堂。琉球屿的亮点，与海龟共游。琉球屿的海域是绿蜥龟的重要栖息地，参加浮潜活动，你有很大的机会看到优雅的绿蜥龟在水中游动，但记得保持距离，不要触碰它们哦。花瓶岩，花瓶岩是琉球屿的地标，由海水常年侵蚀形成，形状就像一个摆满鲜花的花瓶，旁边还有迷人的潮间带生态，可以看到各种小鱼、小蟹和珊瑚。第4站，屏东客家庄，文化与田园的交融。屏东不只有海，还有田园与文化的温柔气息。在屏东的客家庄，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客家人文风情。屏东是台湾南部的文化重镇，客家庄则是屏东重要的特色之一。在这里，客家人融合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与多元文化，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客家风貌，无论是语言、饮食、节庆还是建筑，都成为屏东地方文化的重要代表。客家人移居屏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郑时期，甚至更早的清朝初期。以下是几个重要的历史来源和迁徙背景。明郑时期1661到1683年的开垦初期。明郑时期，大量汉人跟随郑成功入台，其中部分客家移民从中国广东、福建一带跨海而来，他们多数定居在台湾南部的屏东、台南等地，开始开垦荒地，特别是低海拔平原与丘陵地带。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1683到1796年，清政府统治台湾后，鼓励移民来开垦土地，尤其是屏东这类肥沃的农业平原。许多客家移民经由福建漳州港、泉州港渡海来到台湾，他们带来的农耕技术非常适合屏东的热带气候，尤其擅长种植稻米、甘蔗以及果树。战乱与经济驱动的移民高潮。漳泉械斗。在清朝中期，漳州和泉州移民之间的械斗频繁，客家移民为了避开冲突，选择迁居到南部的屏东客家庄一带，寻求安稳的生活环境。经济诱因，屏东平原广阔，适合农业发展，客家人认为此地是务农致富的好地方，于是大批客家族群逐渐聚集。日据时期1895到1945年，客家文化发展的稳定期。在日据时期，屏东地区的客家人透过种植稻米、甘蔗等农作物，经济逐渐稳定。
他们的文化得以保存，形成了今日的屏东客家庄。客家人来到屏东后，面对热带气候、多元族群共存的环境，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。客家人擅长水利建设与农业经营，他们在屏东发展了灌溉系统，让当地农田得以高效运作。他们种植水稻、甘蔗和热带水果，如凤梨、芒果，建立了屏东作为台湾谷仓的地位。客家人在与当地闽南人、原住民共存的过程中，保留了客家语，同时吸收了闽南语与原住民语言的一些词汇。例如，客家语中的某些词语有时会与当地闽南语音调相似，反映了双方的文化交融。客家人将原本的客家料理，如咸菜、板条、梅干扣肉，与屏东丰富的食材结合，例如加入凤梨或芒果，创造出带有南台湾风味的客家菜肴。客家人在屏东的传统建筑多采用红砖与石材，屋顶设计则注重通风与隔热，以适应屏东的高温气候。他们的建筑形式以三合院为主，并融入了闽南式的装饰元素，成为屏东地区独具特色的客家建筑风貌。客家人在屏东落地生根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，至今仍保留了许多传统特色。天穿日，客家人的补天节，每年正月念日，客家人会举行祭拜与祈福仪式，象征感谢上天赐予平安。客家桐花季，每年春天，屏东的山区满布油桐花，客家人会举行赏花活动，并融入音乐表演与手工艺展示。客家美食有很多，比如板条，使用在地稻米制成，口感滑嫩，搭配屏东特产的凤梨酱汁，风味独特。咸汤圆，客家人传统的小吃，使用糯米制成，内馅多以咸肉、葱花为主，呈现咸香口感。擂茶，客家人招待客人的必备茶点，由各种谷物与茶叶磨制而成，既健康又具有文化意涵。屏东的客家庄以三合院与围龙屋最具代表性。围龙屋的设计呈现防御功能，象征团结与聚居的传统客家精神。客家人信仰的神奇多元，包括天后妈祖、三山国王等，并结合当地的原住民传统，形成融合性的宗教习俗。客家人还注重祖先祭祀，每年清明节，全家族会聚集扫墓，表达慎终追远的精神。客家庄的体验，采荔枝，5月是荔枝初熟的时节，屏东的荔枝园里满是香气，你可以亲手摘下一颗颗新鲜饱满的荔枝，体验田间的乐趣。客家美食，客家庄的擂茶、咸汤圆和板条，每一道菜都融入了客家人勤俭朴实的精神。吃完这一顿，你会忍不住说，这碗板条好吃到家，传统手工艺。在客家庄，你还可以学习制作传统竹编或蓝染，亲手做出一份独一无二的纪念品。垦丁的阳光沙滩，东港的黑尾鱼盛宴，琉球屿的海洋奇景，再加上屏东客家庄的田园风光，这就是我约的屏东与垦丁。这里的每一处角落都彷彿在说，人生啊，就该这么轻松自在。下一个月我们将前往云林和嘉义，探索台湾的农田与山林文化，还有超精彩的台湾咖啡故事。记得继续锁定小林的深度旅行解说，咱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